家好，欢迎来到妮娜音乐日记，和妮娜一起开启快乐的钢琴旅行吧。这节课我想讲一下手型。手型呢是我们学习钢琴的基础基本。那很多人都说了，看了好多大师弹的琴呐，看了好多视频，好像人家弹琴的时候没那么强调手型，也没那么注重手型。学习钢琴的基础，我们都是从手型做起的。你可以手型不标准，但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标准的手型，我们按着那个方向去做。等你到了大师的时候，可能手型真的没那么重要了。我们讲求的是你自己弹奏的愉悦，以及别人听众听的这种开心，心灵上的交流吧。我想更多会是这样的。所以，既然我们选择要学习钢琴，那么手型就是很重要的。跟妮娜一起学起来吧。伸出你的右手，我们可以张开你5个手指头，一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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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现在半握，再伸直。半握，你的手指是半折的这样一个状态，就像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吓别人一样是一样的手型，一样的手型。手指张开伸直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半握。对，这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手型。在空中我们把它给横过来，你就可以看到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标准的手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说，那么坐到钢琴上之后，怎么样把这样一个漂亮的手型能用到你的弹奏当中去呢？好，首先我们说坐好，坐要怎么做？你的臀部不要坐到琴凳靠后或者是靠前，大概做到2/3的部分，避免你前倾或者是后仰。然后你的双腿一定是垂直的，落到这个地面上，一定要踩在地面上，然后我们的两肩是放平的，张开的，放平张开，放平张开。然后我们的后背脊柱是直的，一定要是直的，把你的小后背挺得直直的。这时候我们再把那个手型最漂亮、最正确的手型，我们一起拿出来，张开你的5个手指头，5个手指，然后我们半握，好。把它放到钢琴上。我们现在开始放的那个位置是哪儿呢？放在2个一组黑键下面的那个哆音上，2个一组黑键下面的那个哆音上，伸直你的5指，然后半握的状态，然后放上去。很漂亮的手型就出来了。好，关于手型，我想说的几个小问题。第一，手型握好了之后，我们唯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你大指的位置，1号手指的位置。那么我们成年人的话，在握住之后，你一定要出来这2个关节，一定要出来这个1关节和这个2关节，2个关节是都要出来的，把它握住了。那么初学的小朋友，一些小孩的这2个并没有那么突出，是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甚至有的小孩可以出来一点点，我们就让他尽力的出来。好，说完手指的这个部分以后，我想说一下手腕。你看我放到钢琴上的这个手腕是怎么的？平的。你的手腕一定是和你的手型是平的，一齐的，平的。好，接下来说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的这块这个胳膊。初学的时候容易犯的那个错误就是，由于你上琴之后过度的紧张，会把你的这个胳膊肘这块一下就夹到这个身体这部分了，不好，特别难看而且整个身体的状态也是僵的。那么你弹琴的时候，别人听着也不会舒服的。所以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手肘是放开的、放松的。直的平的腕子，然后带着你的这个小臂大臂，也都是放松的，不要过于指着别人这一部分，也不要太过于贴紧身体，有一定的距离，这个距离就是大概1拳左右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放平。好，最后一个部分要说的，我们身体上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肩膀。
我们刚才也说了，做的时候你就要把两肩打开，放平。那么等你真正把这个手摆好了之后，放到琴上的时候，你还要时刻提醒自己，肩膀是平的。有很多人一上琴了之后，自然的就把肩膀给提起来了。一是对你整个小孩来讲的话，身体发育，你这个就会长时间这样去做就会变形。那么成人来讲的话，你一直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没办法弹奏美妙的音乐的。所以我希望看我视频的，不管是宝宝的爸爸还是宝宝的妈妈，在家练琴，不管你懂还是不懂，那么最正确的这个姿势一定要帮你的孩子去纠正好了，因为很多教师在上课的时候没办法那么注意到那么全面，可能注意了也不见得会每一次不停的去提醒他，所以在家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肩膀放松放平。如果你养成习惯了，他时间长了一定会是这样的，很难去纠正过来。所以正确的姿态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正确的手型最关键的一点在手指上，就是你大指的位置。如果我把整个手指头都放在这个琴键上，那么我的手一定是塌的，对吧？我的腕子一定是贴到这个钢琴上的，这就不对了。我没办法弹琴。其实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说的，弹钢琴的基础是手型，我们一定要长时间的去练习这个手型，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，也不会一下就要求你做得很好。就是在你的练习过程当中，你一直去关注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手型的话，你没办法去弹一些曲子，没办法进行一个好的演奏。好了，你看，如果你把你整个手指放在这上的话，你的这个就是塌掉的。如果你只用指尖部分触键的话，很多同学在刚做的时候也会这样，抓不好手型的那个点，这样，那么你手腕就是鼓的。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，你的手腕是平的，和你的手型是保持一致的，是平的。所以大指触键的这位置很重要，是指肚与指尖的这一部分触键，看，而且一定是立起来的这个状态，在这儿立起来的这个状态哈，立起来的这个状态。这样的话，你整个手型才会立起来。要么你的手型一定是塌掉的，或者是一定是过高的，这都是不可以的。好了，说完手型，我们就开始要说如何去演奏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只做一个小的一个示例，一个示范，就是我们要去用1号手指去弹奏哆。我们今天做的练习叫做抬手腕的一个练习。看我把手腕提起来，大概的那个位置就是你家这个钢琴盖打开边沿的这个位置就是了。一定是有一个上提，把你的手腕撅起来的感觉，撅起来，下，撅起来，下。好，在落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没有压的这个动作。你看，我由提到落的时候，一直是保持平的状态。初学者的练习很容易就是直撅压撅压，这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这个错误。提下，大指做好了，你的手型就会非常漂亮。好，我们现在连续弹4个都，用我们之前学过的全音符4拍，准备开始，哆2、3、4，哆2、3、4，起，2、3、4，最后一个。那么这节课我主要进行了手型的一个讲解，在手型呢，我们又做了一个小小的1指练习。手型的练习非常重要，
不管你现在你的家有琴与没有琴，那么我们的手型练习是无处不在的，可以托琴进行练习的。只要你记住这几个要点，张开你的5个手指，弯曲你的手指，半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你就做到了一个完美的手型。2个重点，成人需要把2个关节露出来，小朋友可以尽量的放松了，可以平的，一定记住你的大指一定不是这样的啊，一定不要外翘，这一部分一定不要进去。好多初学者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尤其是小朋友。成人的手好像这个关节呀独立性会更好，那么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特别要注意这样的部分。你这样长时间练习的话，我们做纠正就非常困难了。所以要有漂亮的手型，就是一定是从我们学琴开始就要去给它记住了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今天的视频会对你的学琴路上有一定的帮助。希望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